还有他那个做尽伤天害理之事的母亲。想必海玲等人不会拜祭他的母亲的，那是海玲这一支的仇人呢。海玲在大度都不会大度到去给仇人上坟，所以凤晴德回来亲自给母亲上坟，让母亲不至于坟前冷清清的，这是他为人子女应该做的。母亲千般罪万般不是，都是他的亲妈。是了，你和陆总办婚礼的时候，我也会回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名义上我还是你的长辈的。凤晴笑着向海玲送上迟来的祝福。海玲，祝你和陆总有情人终成眷属。陆总爱惨了你的，你们在一起会很幸福。陆东明那么优秀的人，为了海玲甘愿成为凤家的上门女婿，算是打破了家主丈夫是20组的例子。谢谢。海玲看向方瑶，问凤晴，你和方先生什么时候领证？你们俩办婚礼的时候也要请我喝杯喜酒哦。咱们礼尚往来，我请了你，你也要请我，可不能吃了我的，不让我吃你的。凤晴和方瑶对视，方瑶眼神里满是对她的宠溺。凤晴说道，我和方瑶不着急，等我们找到想安家的地方，稳定下来再领证也不迟。她不想在江城领证，都准备离开故土了，就不在江城领证结婚。等离开江城，在其他城市稳定后，再领证结婚，过她平静的小日子。凤晴喜欢江南，她想在江南的城市里挑一处地方，然后在那里发展。还和方瑶说了她的计划，由于她喜欢江南水乡园林风景，她想买一栋大别墅，打造园林风景，就像悠悠山庄那样。当然，她没有那么多的钱买悠悠山庄那么大的地方，就一栋别墅，院子里的风景造成园林风格就行了。方瑶宠着她，以她为尊为主，她想要什么，喜欢什么都会满足她。希望今年能喝到你们俩的喜酒吧。凤晴，你也不小的了，虽说你是我的长辈，但你年岁是比我小了几岁的。你看我儿子都4、5岁了。凤晴笑道，尽量吧，洋洋现在长高了吧？那孩子太讨人喜欢，我就很喜欢他。有空的时候带他过来玩玩。长高了点，现在上幼儿园，周末的时候，东明会带着他过来找我，到时候我再带他去你那里。昨天他感冒发烧，不知道完全好了没有，等下我打电话给彤彤问问。洋洋还是跟着彤彤吗？凤晴问道。他以为海玲和陆东明结婚后，洋洋会住进陆家。海玲、陆家对你还好吧？他们是否真正接纳洋洋的？凤晴关心地问。他知道陆太太当初是不同意海玲和陆东明在一起的，嫌弃海玲家境不好，又是个离婚带娃的女人。陆东明虽说是大龄剩男，却是个初婚的，又是豪门阔少，想娶18岁的姑娘都可以，没必要娶个离婚女人的。陆东明坚持非海玲不娶，他如今残了双腿，就是与父母抗争的结果。他用双腿换来了父母的同意，谁知道他父母是真心接受还是假意接受？很好，他们对我都很好，也能接纳洋洋。不是他们不想带着洋洋，是洋洋要跟着他小姨。海玲解释，我公婆哄洋洋留在陆家，哄了好几天都没有哄到。洋洋从出生后几乎都是彤彤照顾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彤彤帮了我很多的，我不在家里，洋洋就喜欢跟着他小姨，谁对他再好，他都还是选择他的小姨。陆东明疼他如同亲生，只要海玲不在管城，洋洋都不想和陆叔叔住在一起，要跟着小姨住。那就好，只要不是陆家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就行。两个人起身往会议室外面走去，方瑶默默地跟在两个人的身后。总裁办公室和会议室同一层楼，相隔不是很远。回到了总裁办公室，海玲先看到的是一大束的玫瑰花插在一个花瓶里，那是方瑶送给凤晴的。方瑶给他们俩各倒来了一杯温开水，摆放在他们的面前，又去拿了点水果零食出来，一一放在茶几上，方瑶才退出总裁办公室。海玲看着方瑶做完这一切，
等方瑶出去后，海玲对凤晴说道：“方先生是个默默做事又话不多的人。”凤晴眉眼间柔和，看得出来他和方瑶的感情是越来越深。我就喜欢他话少，但又体贴细心周到。方瑶在生意上能帮到他，在生活上能照顾他。凤晴最感激亲妈的就是亲妈给她申请了全能助理，安排了方瑶到她身边，让她不至于孤身一人。海玲，办公室我没有动，你自己看着调整一下吧。就这样挺好的，不需要再调整了。办公室里的格局和海玲新公司里的总经理办公室没什么两样，就是略大一点，里面有间休息室，他中午可以在休息室里略略休息。海玲，你说，我听着。海玲看着他，示意他有话尽管说，他才是长辈呢。在凤氏集团的资历比海玲老得多，海玲还是过了年重新来了江城，才进入凤氏集团，不过几天的时间，对凤氏集团的一切都还不熟悉。我3个哥哥。凤晴说到这里就停了一下，顿了2分钟，他才继续说道：如果他们不作死，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情，没有伤害到你的人身安全，还望你能给他们留一条活路。他们是有野心，也不是好人，其实没有太大的能力，我妈活着时都看透了他们的。他们离了凤氏集团的支撑，就连开间店都经营不下去的那种，一次次打击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还是不死心，不甘心，怀抱侥幸之心。我也是没有办法了，但我并不想他们死，让他们离开凤氏集团，离开江城市中心，回到老郑老家里发展吧。兄妹一场，凤晴第一次在海玲面前替3个哥哥求一条活路。他一旦离开江城，3个哥哥作死，海玲大开杀戒，他们连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保不住，到时候怕是连乞讨都讨不到吃的。我还是会尽力劝他们离开的，改天我去见见我爸，我2个嫂子让他们出面劝劝我3个哥哥，若是他们依旧执迷不悟，就不用管他们了。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眼不见为净。不是他不念手足情，是哥哥们不知道珍惜，他能有什么办法？海玲说道：我不是那种会伤害无辜的人，只要他们老实本分的，不搞阴谋，不搞小动作，离开了江城市中心，回老头郑家去，他们目前拥有的我只要一半，给郑一帆他们留下一半的财产，饿不死他们，就这样还是给凤晴面子的。他们不会死心，还会搞小动作的，你只要他们一半的家产，算是手下留情了。兄妹相处的时间也就2、3年，不过凤晴对自己的3个亲哥哥还是很了解的。老母亲没有帮他解决3个哥哥，是因为亲生儿子，老母亲再狠的心也无法对亲生儿子下狠手，故而将3个哥哥留给他处理。凤晴并非无容人之心，只是亲哥哥恨他，对他没有半点手足兄妹情，以前没有，现在更不会有。他们恨不得他死，他还愿意向海玲求求情，那是念在九泉之下的老母亲。临走之前，将大部分家产都留给了他这个亲生女儿。2个人在办公室里聊了好一会儿，凤晴便又带着海玲去各部门熟悉熟悉环境，还有凤氏集团的各大子公司，不过今天走不完。凤晴说这几天都会带着海玲去各大子公司走一走，让海玲知道哪些公司是凤氏集团旗下的。却说郑一帆兄弟3个从凤氏集团出来，立即驱车几10公里回到老郑家。老父亲过了年后就从江城市中心搬回到老家养老了。郑华是想以身作则，劝3个儿子保留现在的实力，跟着他回老家发展的。亡妻留下来的大笔遗产他又没有得分，养老的事也安排给3个儿子了，儿孙们可以继承到的份额，凤晴只将孙辈的那一份交到儿媳妇们手里。凤晴说他哥哥们靠不住，他们容易出轨，怕侄儿女们继承到的财产会被哥哥们拿去包养情妇，交给嫂子们保管，但不能动用，还是比交给他哥哥们更安全一点。当妈的有钱，舍得花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当爸的有钱，只会想着制造更多的孩子出来，然后在众多孩子当中挑一个最有本事的当接班人。这是凤晴在网上看到的爸妈有钱的区别。哥哥们可以继承到的财产，凤晴还没有放手。不是她要贪哥哥们的家产，是等哥哥们折腾够了，失去了现在拥有的一切，她再把王母留下来给哥哥们的财产分给哥哥们，那样3个哥哥不至于穷困潦倒。只是她的用心良苦，哥哥们并不领情，扬言要和她打遗产官司，要求她将母亲的遗产平均分，不认可母亲的遗嘱分配，说是她伪造的遗嘱。打官司就打官司了，谁怕谁？凤晴没有做过伪造遗嘱的事，不怕哥哥们告她。郑华在凤家那是夹着尾巴做人，但在他们老郑家却是人人讨好巴结的对象。他也只有回到他们老郑家才能直起腰，扬眉吐气，宛如出去打了大胜仗归来的大将军一样。老郑家的老宅是一栋自建大别墅，有游泳池、篮球场、花园、凉亭等，不如凤家大宅那般豪华有底蕴，但在他们老家，郑华家里的房子算是很豪华的了。听到汽车的声响，在院子里坐着晒太阳的郑华吩咐一旁照顾他的保姆阿姨出去看看是不是少爷回来了。保姆出去，很快郑华就看到了3个儿子前后向他走过来。见状，郑华忍不住皱眉，颇为头痛地捏捏眉间，忽然就明白了老七活着时，面对3个儿子时为什么总会不耐烦，恨铁不成钢了。这3个儿子呀，还真的是不省心，跟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劝他们保留实力，不要再奢望凤氏集团回到老家发展，还能活得好好的，他们偏不听。过年时陪着他回了老家，他还以为儿子们想通了呢。结果到了凤氏集团年后开工的日子，3个儿子又屁颠屁颠的回去了，气得郑华在家里骂了半天。他那个不孝女说了，年后就会将凤氏家族以及凤氏集团移交给海玲，如果没有人反对，海玲将是凤家新任家主。2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海玲能让他3个儿子好过。凤晴那是不在他们身边长大，三观不同，又站在海玲那一边，才让管城那边的人另眼相看，手下留情。爸，爸！听着儿子先后叫喊着爸，郑华老脸拉得老长的，没好气的道：“现在不是工作日吗？你们3个不用上班，还有时间跑回来呀？”他这话带着讽刺意味的，还是凤氏集团不忙，才开年又给你们放长假，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了吧？郑一帆在父亲的旁边坐下，老3是一保姆，不用再在这里待着，他们父子说的话不想让保姆听到。等保姆走开后，郑老3先说道：“爸，你就不要讽刺我们了，你老跟我们走一趟，去管管你那个好女儿。还有那些死老头老太婆们，他们居然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私底下找过他们，给他们许了不少的好处，他们明明看着松动，结果当着凤晴和海玲的面，个个都跪得特别快，不带一点反抗的。说这话的人是郑家老2，知道年后凤晴和海玲会交接工作，他们想拉着大家一起反对海玲上位，找到族中的老一辈们，许下了很多好处的承诺，也给他们送去了不少的新年礼物呢。那些人似是松动，让他们以为收买成功，结果气死了，花了钱办的事没有办到位，那些钱白花了出去。那些死老头也是，明明收了他们的好处，却不按照说好的去做。难道是海玲许给他们的好处更多？若是那样，老头们也该将他们送去的好处退还给他们呀。摊下了他们的好处又不帮忙。凤氏家族的老一辈们收到郑家兄弟送去的好处，的确是收下了，他们觉得被凤月亏待了。凤月的儿子给他们的好处，不拿白不拿，拿了也当作是凤月给他们的补偿。至于郑家兄弟拉拢他们要做的事，他们可没有答应。无凭无证的郑家兄弟能拿他们怎么样？
送去那么多东西，身为晚辈的给长辈送点年礼，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郑华忍不住一巴掌拍到儿子的手臂上，骂道：爸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你们都听不进去，将爸的话当成耳边风。你们和凤晴虽说是亲兄妹，但你们姓郑不姓凤，凤家那不一样的族规都坚持了过百年，不会因为你们而改变的。能改变的话，早就改变了，还会轮到现在？那些族人他们是凤氏家族的人，当然是偏向他们凤家的。你们在他们眼里是郑家人，不是凤家人，怎么可能帮着你们对付海玲？他们连凤晴都不会再支持，你们还异想天开，搞收买那一套，想让他们支持你，做梦去吧，就是做梦都不成。真要让他们支持你妈的后人，他们宁愿支持凤晴，也不会支持你们。凤晴不比你们厉害，管城那边的几大家族多少还会给凤晴一点面子。是你们的话，他们分分钟就能联手灭了凤氏。真以为现在的凤氏还是以前的凤氏？都要跌出江城豪门之列了，你们以为凤氏还有多威风？郑华骂了一会儿就气喘，年纪大了，加上身心俱残，他感觉自己的健康有点问题了。为了多活几年，他赶紧撤出了江城市中心，回到自己的老家养老。凤家的麻烦是他再也不参与，也无法参与。在凤家当上门女婿当了几十年，他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一身残。老七临死前还想拉着他垫背，亲生女儿眼里没有他这个亲爸。儿子倒是会孝顺他，但儿子们没有什么能力，偏爱折腾，早晚会死在海玲手里。早知道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当初他就不给凤家当上门女婿了。端起水杯，郑华喝了半杯水，缓了缓，又继续骂着儿子们，骂的几个儿子都不敢吭声。等到他不骂了，郑一帆难受地道：爸，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妈经营了几十年的江山，落到海玲的手里，就因为她是女的，就比我们更有资格。她还姓海呢，人家随时能改姓。老大呀，听爸的一句劝，回来吧，回来，你们才有活路。不回来，你们最后会一无所有。现在你妹妹还在江城，海玲可能会给你妹妹一分薄面。等到那个死丫头走了，海玲就不会手下留情，到时候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听爸跟你们分析分析，现在凤氏交给海玲才会有最好的出路。海玲背后站在管城的几大家族，在江城又与乔家交好。乔家和战家是亲家，海玲是战少的大姨姐。海玲成了凤家家主，与乔家成了亲戚，也等于凤家和乔家成了亲戚。那几大家族会看着凤家倒下吗？不会的。凤家的人精明得很，他们看得清楚形势。就算你妹妹不主动让贤，他们也会闹着，帮着海玲推海玲接管家主一位。管城那边的几大家族对凤氏家主之位那是势在必得，坐上去的人必须是他们的人。再者，费老先生还活着，他是凤月大姐的助理。凤月害死姐妹才上位的罪行又被揭露，于公于私都轮不到凤月的儿女上位。爸，我就不甘心，就不服气。我就算争不到家主之位，我们在凤氏集团的职务，海玲别想撸去。还有妈留下来的大笔财产，凤晴不与我们平分。她休想独占，大不了我跟她同归于尽，我死了，我的儿女还可以隔代继承到我妈的财产。凤晴未婚未育，她死了才吃亏。郑一帆说完，站起来扭身就走，摆明了不想再和父亲说下去，也听不进去父亲的劝。两个弟弟，你看我，我看你，又看向被气得发抖的老父亲。他们想了想后，还是起身跟着大哥走了。老天爷啊，我怎么就生了这三个逆子？笨蛋，怎么说都不听的。凤月，你害惨我了！郑华破口大骂早已死去的凤月。管城，下午3点半，陆东明就从公司出发，去了洋洋就读的幼儿园。到了幼儿园，还有10分钟才到4点。洋洋这种不坐校车，
自己接送的孩子一般要下午4点才能接走。陆东明腿脚不便，他是在车上坐着等洋洋的。一对老夫妻从他的车子前方走过，他们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那是肯德基的袋子。陆东明也看清楚，那对老夫妻正是洋洋的亲爷奶。周父周母跑来幼儿园这里等着洋洋出来，他们没有接送卡，之前也没有接过洋洋。幼儿园的老师们并不认识他们，不过他们也没想接走洋洋，是想到洋洋爱吃肯德基，所以他们打包了炸鸡、汉堡以及薯条过来。洋洋喜欢吃的，他们给洋洋买来，洋洋就会念着爷爷奶奶的好，亲近他们。陆东明没有下车和周父周母打招呼，他们讨厌他，同样的，他也厌恶他们，碍于那是洋洋的亲爷奶。陆东明还能保持着好风度，不会当面说什么，但想让他主动打招呼，那是不可能的。10分钟后，陆东明才下车，保镖迅速搬下轮椅，让他坐在轮椅上。他要将接送卡交给门口的老师，有老师进去帮他把洋洋领出来，他行动不便。如果自己进去带洋洋出来，要花费很长时间。周父周母也看到了陆东明，周母小声对丈夫说道：“回头叫红林有空就过来接一下洋洋，不接回我们家，由他送洋洋去海童家里，不要给这个后爸机会。海玲不在管城，他当后爸的能真心对待咱们的孙子，平时都是装的，是演给他们看的。海玲被他骗了，他不在管城，洋洋不就搬去和他小姨住了？若是这个后爸很好，洋洋就不会还住到他小姨家里去。海童肚子越来越大，再过2-3个月就要生了。洋洋懂事得很，知道小姨经历不好的，但他还是要和小姨住。从侧面说明姓陆的这个后爸不好。都不知道海玲怎么想的，舍得将洋洋扔在管城。他当初要了洋洋的抚养权，就应该带着洋洋过去的。周母嘀咕着，他是很想让儿子重新打官司，要回洋洋的抚养权，但为了洋洋的将来考虑，又不能那样做。况且儿子也不听他的。海玲去了江城，他在那边可能还是麻烦事不断吧。那边的情况我们也不懂不清楚，如果可以，海玲肯定会带着洋洋的。他很重视洋洋的教育，洋洋也被他教得很好。周父说的就客观一点，虽然他也不喜欢陆东明，平时瞧着陆东明是很疼洋洋的。洋洋黏着海童，他是海童带大的，当然黏，这个可能与陆东明好不好无关吧。这话周父没有说出来，免得老七骂他偏帮着陆东明。洋洋出来了，周父先看到了洋洋，他碰了一下老七，然后夫妻俩抢先迎上前去。洋洋，洋洋，老夫妻俩满脸的笑容。周母上前去就想抱洋洋，洋洋不要他抱，叫了一声爷爷奶奶后就跑向陆东明。陆叔叔，洋洋甜甜的叫着陆东明，让周父周母的笑容僵在嘴边，放着亲爷奶不亲近，却去亲近后爸。当然了，周父周母可不容易打倒，他们扭身又走向洋洋。陆东明已经抱起了洋洋，洋洋跟老师说再见。陆东明先让洋洋和老师道再见，等洋洋照做后，他温和地问洋洋今天在园里乖吗？今晚有没有字要写？想不想陆叔叔？我每天都很乖的，没有作业就是读书，我都会背了，不用看书也能背出来，很多字我都认识。想妈妈，想陆叔叔，还有小姨和姨丈，我都想。洋洋哄人的本事一流。陆东明笑咧了嘴，低头就在他的嫩脸上亲了亲。洋洋摸了摸被亲的地方，提醒陆东明，陆叔叔你要刮胡子了，胡子扎人。好，陆叔叔以后每天刮胡子，就不会扎着咱们洋洋了。洋洋，洋洋。周母近前伸手就想抱过洋洋，陆东明抬头扫向他，周母被他那一扫，伸出去的手就缩了回来，不敢硬抢，随即讪讪的笑，对陆东明说道：陆总，我们能和洋洋说说话吗？
你们问洋洋，洋洋乐意就行。陆东明淡冷地道，又扫了周父提着的袋子，对周父周母说道：周叔阿姨，洋洋昨天发烧了，医生说是喉咙发炎，那天你们带他去吃了不少的炸鸡、薯片，导致他喉咙发炎。今天你们又给他买了肯德基过来，洋洋要是吃了，可能又会发烧，以后还是少给洋洋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周母顿时一脸紧张的伸手摸了摸洋洋的额头，洋洋发烧了，现在没事了吧？洋洋，你还会难受吗？身体不舒服怎么不请假休息？幼儿园请假1、2天都没事的，不用着急上学。洋洋饭量又不大，我们是带他去吃过炸鸡，其实他吃的不多的，就吃了那么一点点，就喉咙发炎。洋洋的体温正常，周母缩回手后，一副狐疑的样子，说道：别是你们平时就给他吃了很多高热量的东西，热气堆积了，恰好我们又带洋洋去吃他喜欢吃的炸鸡，你们就赖到我们身上。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们见洋洋，想让洋洋跟我们疏远，我们可是洋洋的亲爷爷亲奶奶，有血缘关系的，血缘关系是斩不断的，不是你们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取代的。洋洋是我的孙子，我想什么时候来看洋洋，给洋洋带点吃的都可以。陆总，你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阻止我们。洋洋姓周，周洋，他爸是周鸿林，不是你。陆东明由着周母喋喋不休地指责他，等周母指责完了，他依旧好脾气地说道：阿姨，洋洋是姓周，他并没有改姓，还是跟着他亲爸姓的。我也没有想过让洋洋不和你们来往的事，你们是洋洋的爷爷奶奶，这是抹不掉的事实，不会因为洋洋跟着海玲一起嫁给我就会改变。我也没有说过不许你给洋洋送点吃的，只是不要带洋洋去吃那些垃圾食品，那些吃多了不好。洋洋平时在家里饮食是清淡的，营养也很均匀，不会出现热量堆积的情况。周母黑着你，你这样说还不是指责我们带洋洋去吃他喜欢吃的东西了？咋的，我们的孙子，我孙子想吃的东西我们买给他吃还有错了？洋洋是你们照顾的，他感冒发烧，就是你们没有带好孩子，好意思赖到我们的头上。我看你就是想找借口不让洋洋和我们来往。洋洋，你可别听他的话，你不是他亲生的孩子，他对的好都是表演给你妈看的，你妈不在家，他就原形毕露了，后爸后妈能有几个好的？你奶奶陆叔叔是好人，你不要说我陆叔叔的坏话。洋洋绷着小脸打断了奶奶指责陆叔叔的话，平时是小姨照顾我，奶奶是不是觉得我小姨也不是关心我，不疼爱我？洋洋就是想不明白，奶奶和大姑姑干嘛老是跟他说陆叔叔的坏话？陆叔叔明明是个好叔叔，他喜欢陆叔叔多过他爸。洋洋，你不懂，你还小，你是不知道的，多少人都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还要吃炸鸡吗？看爷爷奶奶给你买了炸鸡过来，还热着的，快趁热吃了。炸鸡就要趁热吃才好吃，还有薯条、烤肠。周母又想从陆东明大腿上抱过洋洋，洋洋都会反过来质问他，维护着陆东明了。周母担心再这样下去，自己的孙子就算不改姓陆，都不会亲近他们了。就一个儿子，儿子又不肯和独妇离婚再娶，他们这辈子只会有洋洋这一个孙子。若是洋洋不搭理他们了，周母仅是想想都心慌慌的，也愤怒，怪海玲将洋洋留在管城，没有带在身边。他们能相信海玲，但信不过陆东明。陆东明对洋洋再好，都是为了讨海玲开心的，那感情能有几分的真？我不要，我要跟陆叔叔。洋洋不要奶奶抱他。他扭头对周母说道，我生病是程姨给我看的，程姨说我喉咙发炎就是吃了炸鸡才会发烧，叫我以后都不要吃炸鸡。小姨也说了，我想吃炸鸡，等我好了她炸给我吃，比外面买的安全，但不能吃太多，只能吃一点点。
奶奶，我不要吃外面买的炸鸡了。你和爷爷不要怪陆叔叔，陆叔叔对我很好。不许你们骂陆叔叔，你们骂陆叔叔，我就不喜欢你们了。洋洋对亲爷奶是真没什么感情，爷爷奶奶以前都是帮着小宝哥哥的，他的玩具他有什么好吃的，奶奶都要拿走给小宝哥哥，他不喜欢小宝哥哥，也不喜欢奶奶。虽说现在爷爷奶奶对他好了很多，洋洋跟他们相处的时间还是很少，自然也没有太深的感情。特别他现在长大了几岁，不再是以前那个2岁连说话都不利索的小屁孩了。上了幼儿园后，洋洋学会了很多，他知道谁对他是真的好，是在教导他该怎么做人做事的。爷爷奶奶对他的好，他总感觉不到真心，特别是奶奶。洋洋，你怎么能这样说奶奶？奶奶对你是掏心掏肺的，你想吃什么，奶奶都给你买了。周母很难过的样子，又冲着陆东明骂道：就是你教坏了我孙子，姓陆的，我告诉你，就算你叫洋洋不和我们亲，洋洋都是我们周家的孙子。你这么恶毒，我咒你一辈子都站不起来。陆东明的脸色一冷，吩咐着2名保镖把这个老太婆带走，带远一点，不要让我再听到她的声音。恶毒的老太婆，她都不想搭理她。你敢！周母呵斥着，周父也大声呵斥，姓陆的，你敢对我们动手试试？我们只要往地上一躺，能让你赔个倾家荡产。陆东明叫住了2名保镖，没有让保镖真的将周母架走。在周母得意洋洋时，陆东明冷声说道：我不动你们，但你们的儿女外孙你们也不在乎了吗？告诉你们，年少时我是个混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周母的得意洋洋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陆东明是陆家的4少爷，人脉又极广，有钱有势的，想整治他的女儿女婿容易过吃饭。女儿店里的生意还不错，至少能赚到钱。真让陆东明下手整治，生意做不成了，教女儿一家人吃什么喝什么。还有红林，他已经被毒妇害得够惨的了，现在跑网约车1个月也挣不到2个钱，不要让儿子连跑网约车的机会都没有了。以前红林工作多好呀，就是被这些有钱人整治，失去了工作，现在才要跑网约车的。周父一把拉着老妻说道：老太婆，咱们回去吧，洋洋是咱们周家的孙子，这辈子都是。他现在年纪还小，什么都不懂，等他长大成人，他就懂得了。有些人也别想带歪洋洋，洋洋身上永远都流着我们周家的血。洋洋，爷爷奶奶走了，你以后想吃什么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买好送过来给你吃。周末有空记得回去看爷爷奶奶哦。洋洋不吭声。周母骂了陆东明一句仗势欺人，看你能有什么好下场，呸！然后被他老伴拉着走了。陆东明冷着脸看着他们走远。陆叔叔，不要生气，我奶奶就是那样。以前小宝哥看中我的东西要拿走时，我哭闹不肯，我妈也不让，我奶奶也会不停地骂我妈妈。我还记得呢，2岁时的事情，洋洋依稀还记得一点的。过去了才2年多吗？洋洋安慰着陆东明，还摸着陆东明的脸，软声说道：小姨说不要生气太多，气得多了会老得快的。我不想陆叔叔变老，陆叔叔要永远像现在这样。陆叔叔不要生气了好吗？以后我奶奶买给我的炸鸡，我再也不吃了。陆东明被一个小孩子安慰，他既好笑又心疼，心疼海玲母子俩以前被周家人欺负，周红林现在还为了洋洋和他争风吃醋的。周红林好意思吗？自己的父母偏向姐姐的孩子，拿着他赚的钱补贴着姐姐一家，还听信父母姐姐的话，对妻儿不好，居然好意思演个好爸爸，是海玲大度。离婚后没有在洋洋面前说过周红林的坏话。洋洋虽说还记得一点以前的事儿，却不是所有事情都记得的。他对周红林这个亲爸多少都有点感情，血缘天性吗？
他将洋洋搂紧，发誓一般说道：“洋洋，以后有陆叔叔在，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和妈妈的。陆叔叔就是你们的靠山，给你们遮风挡雨。”洋洋窝在他的怀里，感受到陆东明对他的疼爱。洋洋说道：“陆叔叔，我要快快长大，成为一个厉害的人，和你一起保护我妈妈，还有小姨。我小姨会功夫，她能揍坏人，主要是保护妈妈。”陆东明低手在他的脸上亲一口，应着：“好，我们一起保护妈妈。你小姨有自保能力，况且也有你一仗保护她，你不用担心。走，我们回家，陆叔叔带你回家吃饭。你陆奶奶打了好几个电话给叔叔了，要叔叔带你回家吃饭。”陆东明抱着洋洋，有保镖推着往他们的车子走去。“我都想陆奶奶了，陆叔叔告诉我小姨了吗？”洋洋问道。陆东明嗯着：“来的路上，陆叔叔就打电话告诉你小姨了。吃完饭后，你要是想留在家里过夜就留下，不想留下要回你小姨家里，我就送你过来。洋洋，咱们父子俩可以一起生活的，相信陆叔叔能照顾好你。他的私人别墅离站印的别墅不远，同在一处别墅区呢。可是洋洋就是要住在站印家里。”陆东明觉得自己这个后爸当得还不够好，老婆不在家时，他都留不住小继子。洋洋说道：“我不是不想和陆叔叔住，是陆叔叔家里冷冷清清的，小姨家里热闹一点。其他姨经常来小姨家里，我喜欢那些美女阿姨们，姨姨们对我都很好。”洋洋嘴里的姨姨指的是沈小军等人。好吧，这一点他是比不上海童，